老婆，小姐，我来了。老婆，昨晚我应酬太晚，没来医院陪你生产，这些都是我为你安排的月嫂，我还为你订好了海市最好的月子中心。老公，我有薛姨照顾就行，没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的。至于月子中心，我已经订好了。楠楠先天早产，很多指标都不合格，我已经请了国外顶级的医疗和护理团队，最晚后天他们就到国内了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不过，最近集团股东想要来看你和楠楠。不行，我身体还没恢复，楠楠也需要静养，我不想应付那么多人。这段时间，我只想清静一些，好好照顾楠楠就行。那好，你就安心坐月子，集团大小事务交给我处理。我生产的这段时间，你一个人把盛野集团打理得很好。我决定等女儿满月宴的时候，就当众宣布，集团全权交给你来负责。以后我好好陪伴女儿成长就行。真的，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对了，老公，月子中心的地址你别告诉别人啊，就在那边那个。老公，老婆，集团那边有急事要处理，我晚点再来陪你。薛姨，收拾一下，我们去月子中心吧。小姐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薛姨，在我眼里，你一直都是我的家人，有什么话直接说就行了。先生毕竟是温家的上门女婿，你贸然把集团交给他，万一……我相信景晨不会背叛我和女儿的。How can I be sure you won't walk away? Why'd you love it? Let me live it way. How can I be sure? 怎么才5分钟就结束了？难道是因为我的身体还没恢复好，顾景晨嫌弃我了？老公，儿子都出生满月了，还没有落户呢，咱们什么时候领证结婚呀？再等1个月，1个月后我就能成为盛野集团的绝对掌权人。到时候我会向全天下人公布你是我老婆，我要让你成为总裁夫人。老公，我听其他宝妈说，这间月子会所的顶层配备了顶级的护理，我想，我老婆想要，那就定下来。多少钱，老公都出得起。谢谢老公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我一定是看错了，顾景晨怎么可能在月子会所？你瞎喊什么呢？那是我老公。温情啊？你怎么还跟上大学的时候一样，见到个男人就往上面贴？还是说
你大学时候那些名牌包跟高定衣服都是靠男人垫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穿的跟垃圾桶里捡来似的，还一个人来的？怎么，你的老公见不得人，还是说你被抛弃了？赵院长，薛姨，你先带丹丹去套房，她黄疸严重，需要多晒太阳。我慢慢往那边走就行。好。赵院长，听说咱们医院顶楼有独立间的 SVIP 套房，还配备了医疗团队跟金牌月嫂，我要搬过去住。可是顶楼的套房半年前就已经被他预定了，我现在来就是接他去套房的。原来顶楼套房就是他订的。听说给 SVIP 套房服务的金牌月嫂会一种特殊手法，能通过按摩疏通，让刚生产完的女人身体快速恢复到孕前状态。何止啊！我还听说被他们伺候过的宝妈和老公在行房事时，宝妈的感受会更胜从前，把老公炖得死死的。有利于房事。生完孩子以后，身材走样，景晨对我明显冷淡。长久以往，他要是被别的小妖精勾走了怎么办？这个温情，大学时候就抢我风头，现在还抢我房间，不行，这个套房我绝不让。文晴，给我站住！文晴，给我站住！文晴，我给你10万，顶楼套房和护理团队让给我，10万块，你估计1年也赚不到吧？你发什么疯啊？1个月以后，我即将成为总裁夫人，集团的晚宴上我可是要闪亮登场的，我的身材必须完美。这套房嘛，你留着也没有用，不如就让给我，否则后果你可承担不起。不行，我女儿先天不足，我不能拿她的生命开玩笑。房间我不会让，你走吧。我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得到这间房，我想要的必须得到。赵院长，我已经交了定金，房间是我的，你没异议吧？赵院长，他只是交了定金而已，你看他这身穷模样，像是交得起尾款的人。我看啊，他就是想用定金来白嫖服务的穷人。这种谎话连篇的人，你敢让他入住吗？温女士，要不然半年前我就已经交了定金，预订单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入住后1周之内补齐全款，我没有违约。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交尾款。现在，文晴，你的兜里估计比你脸还干净吧？100万后面有几个零，你知道吗？赵院长，按照合同规定，没交齐尾款之前，任何一方都有权违约。确实是价高者可得。那顶层套房原价100万，我出5倍，500万。这间房我要定。我给顾景晨的副卡怎么在他那儿？文总好。老公，你找我有事啊？老婆，老婆，你看我最近总是出差，经常要找会计预支费用，非常麻烦，是不是？老公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这是我的副卡，你随便刷。谢谢老婆。难道顾景晨找我要副卡是为了包养情人？
不可能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哎呦，这是至尊 VIP 黑金卡，在海市只有盛野集团的总裁才能拥有此卡呀。心痛，你不会是盛野集团总裁夫人吧？怪不得容貌气质这么出色。原来顾总每天来看的是你呀！听说顾总是老婆奴，原来还真是这样。我还听说以前有个混混当街挑衅顾夫人，第二天早上就躺在街头了，手筋脚筋都被挑断了。顾景琛，昨晚我难产，疼得快要死过去，你都没有出现。后来你说忙走不开，我还傻傻的信了。原来你所谓的忙，就是去陪另一个女人啊！那既然你们都知道我身份了，那应该明白我想要的东西可没有得不到的。赵院长，我背后可是有整个盛野集团撑腰，你确定还要跟我作对吗？温女士，我们月子中心毕竟是盈利机构，没道理不赚钱的。这样吧，我们把你的定金双倍的退还给你，再给你重新安排套房和月嫂。您看，顶楼套房和医疗护理团队都是我提前订好的。我女儿先天不足，没有专业团队护理的话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你作为月子中心的院长，怎么能罔顾婴儿的性命于不顾？温女士，这温情，要怪就怪你女儿有一个你这么没用的妈，反正她活下来也是受罪，还不如说什么？顾夫人说的是事实，几百万就是有钱人随手拿出的零花钱，但对于普通人来说，那可是天文数字。温情，我劝你还是把套房交出来吧，说不定顾夫人高兴了，还能再赏你另一间房。要不然，你就和你女儿等着被赶出去吧。你们就这么确定她能拿出来500万？温情，5年了，你还是这么死要面子活受罪。赵院长，刷卡吧。穷鬼，好好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豪门。付款失败。我老公给我的不限额副卡，怎么可能刷卡失败？我的卡，我随时都可以。再刷一次。付款失败。付款失败，该卡已被锁定。一定是 POS 机有问题。赵院长，既然他刷不出来，那套房和团队就还是我的。不行，卡刷不出来，不代表我没有500万。老公，我现在急需要用钱，还差500万，你赶紧转给我们好不好？区500万你都刷不出来，你这个总裁夫人不会是假吧？谢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宝贝，我马上就转给你。真的是顾景琛的声音。顾景琛啊，顾景琛，你的名利、地位、财富都是我给的，你竟然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养情妇，还生了野种！支付宝到账500万元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实力啊！别说500万，就算5000万、5个亿，顾夫人也能轻轻松松拿出来。不像某些人，银行卡余额还不到6位数吧。温情，上大学的时候，确实有一群男人围着你，愿意给你花钱。但是现在你已经是残花败柳了，你干爹也不养你了，你还有什么资本跟我争啊？赶紧带着你的残废女儿滚出医院吧！你休想！凡是威胁到我女儿，我绝不会让。哎呦，温女士啊，这500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，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，那可是天文数字。这样，我把你交的定金双倍退还给你啊，这样你还是赚的嘛。我劝你一句，别以卵击石，自取其辱。
你也没男人撑腰，还想跟顾夫人对着干？难不成你想把房子卖了筹钱？我原本住在这儿，就是想清静想低调，没想到啊，碰见你们这群狗仗人势的苍蝇。李香头，你不是想比谁更有钱吗？行啊，跟你。支付宝到账1000万元。 1000万，疯了吧！天哪，随随便便就是1000万，该不会是什么隐藏富豪吧？1000万算什么富豪？你们别忘了，我老公可是盛野集团总裁，身价破亿。夫人说的对，就算再有钱也比不过盛野，说不定是哪个奸主给他的分手费呢。温情，我老公说了，不管我想要什么，他都会给我买单，你抢不过我的。 支付宝到账1500，不愧是总裁夫人，几千万洒洒水了。你老公花的可是我的钱，我倒想看看顾景琛能为小三和野种做到什么地步。2000万，吹牛谁不会啊？上嘴皮碰下嘴皮子。 支付宝到账2000万元。我去，李女士，你还跟吗？老公，人家想要一个爱马包。到给你转了500万500万，谢谢老公。 宝贝，集团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我一个月只有2000万的额度，你要省着点花。知道了。温情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李星头，你知道什么叫点天灯吗？无论你花多少钱，我都会比你高500万。既然你想给月子中心做创收的话，那我就陪你玩，奉陪到底。温情。 你耍我！你不是说规则都是有钱人定的吗？既然我给你们讲道理，你们听不懂，那我就跟你比谁有钱了。李星头，你自认是盛野的总裁夫人，几千万对你来说不就是个存款的零头吗？该不会认怂了吧？夫人，估计这温情手里头也就这么点钱了，您再跟他一次，他肯定拿不出来。是啊，夫人，用钱砸死他！我有钱，但我又不傻，他明显就是在耍我啊！就是在耍你啊！怎样？贱人，你！温情，你敢打我？你知不知道我是？天哪，盛野总裁夫人都敢打，这温情真不会有什么大背景吧？我们还是先静观其变吧。你敢打我，你今天死定了！喂，老公，有人打我。什么？你被人打了？对呀，就是我之前给你提过的。 那个上大学的时候一直跟我对着干的装逼姐，他要跟我抢套房，我不让，他就出手打我。什么狗东西竟敢打我顾景琛的女儿！宝贝，我马上到，等我到了，我让他跪下给你道歉。你们都听到了，我老公可是盛野集团总裁顾景琛，你们现在不帮我，就是跟我老公跟盛野集团对着干。夫人，我们当然是站在您这边了，把他摁着。 扒光他的衣服，我要让他给我下跪道歉。你老公是顾景琛又怎么样？再好的事，还没人敢威胁得了我。我告诉你们如果助纣为虐的话，一定会后悔。废物！温情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 这套房让还是不让？温女士，
盛爷这还是只手遮天，无人干涉。我看你还是不让！我说了，顶楼套房采光最好。我女儿先天不足，护理不好就会有生命危险。为了她，我也不会让。我也不让。这套房和护理团队必须来伺候我。你要不起？好，等我一会儿老公来了，你女儿别说见太阳，恐怕是连明天的太阳都见不到吧。凭什么又打我？李星腾，你要是敢动我女儿一根汗毛，我杀了你！你好大的口气！老公，你总算来了。那个贱人把我脸都打肿了。敢打我老婆，我要他死！顾景晨，你确定要让我死？可恶！敢打我老婆，我要他死！顾景晨，伤口好痛。老公，这个医院顶楼的套房配备了顶级团队跟护理，能给咱们儿子最好最专业的照顾，我一定要搬上去。哦，一间套房而已，我老婆想要，我必须满足。顾景晨，你竟然真的背叛了我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你伤口撕裂了，快扶小姐到检查室。人呢？赵院长，带我去找他，我倒要看看谁敢跟我抢套房。好，来，请。宝贝，这间套房除了布置的温馨点，其他很普通啊。这间套房是宝妈亲自布置的，确实是要比其他的房间要温馨很多。他人呢？让他出来跟我谈，多少钱开个价？刚收到信息，刚刚那个宝妈有点不舒服，然后去检查室了。我看他是看顾总来了，害怕招命逃走了。老公，这间套房呢，不仅是专属楼层，还配备了顶级团队，所以呢，这是我们身份的象征，人家一定要搬进来嘛。顾总，原本住在这里的就是一个不要脸的小三，他有什么资格跟夫人争？赵院长，你都听到了，我老婆儿子要搬进来，你现在就让人把这里的垃圾全部清理出去。顾总啊，预定这间套房的宝妈点了天灯，不管您出多少价格，她都会加价500万。什么？因为一间套房就点天灯？他现在出价多少啊？这个是200万，2000万。就因为一间顶楼套房2000万，你们怎么不去抢呢？顾总啊，是这样的，原本这间套房再加上顶级的月嫂和护理，已经价值100万了，是您夫人先加价到500万，那宝妈点天灯才又涨到了2000万。老公，是那个贱人他先激怒我的。顾总，您可是盛野集团总裁，区区2000万就想跟您抢东西，那简直开玩笑呢！真是，他用2000万打夫人的脸，简直就是在打您的脸呀！这2000万就是您银行卡余额的零头吧？那贱人也太不自量力了，竟然敢点天灯跟您比！行，区区2000万而已，我出3000万。哎呦，顾总真是大手笔呀！您稍等一下，我给那位宝妈打个电话，要是她不跟了的话，这间房间就属于你了。你稍等。谢谢。温小姐，你刚经历大出血，身体太虚弱了，千万不能再动怒了。小姐，
王，你那么相信他，这顾景琛实在太过分了。温女士，您预定的这间套房，现在顾先生加价3000万，您还跟吗？这间套房我不要了。这声音听着好熟悉，难道这声音？嘿呦，恭喜夫人，这间套房以后是您的了。不会的，不会这么巧。算他识相，知道比不过顾总您，主动让出了套房。是啊，早认说还能省几千万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要怪啊，就怪他没有一个像我老公这么好的男人，他拿什么跟我争啊？哎呀，你也服气啊。小姐，你为什么把套房让给他们呀？楠楠身体不好，这里太吵了，不利于恢复。这间套房他们不是想要吗？那就给他们好了。通知医疗和护理团队，明天直接去别墅集合。好。支付宝到账3000万元。发财了。赵院长，你应该知道我在海城的地位，我想要的没有得不到的，这套房该给谁，不用我提醒你吧？哎呦，是，顾总您放心，我现在就去安排打扫房间，夫人很快就能住进去了。老公，你对我真好。像个妖精。哇，顾总也太宠夫人了吧！有钱有颜又专一，我怎么没有遇到这样的绝世好男人呀？行了，赶紧让医疗团队都过来，我可是要体验一下顶级护理团队的按摩手法。今天我可要好好享受一下。不好，院长，温女士的医疗和护理团队刚通知我们，他们不来了。什么？那个贱人在哪儿？在。小姐，可以走了。温总，温总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把月子中心的监控视频全部保存下来，而且我还查了3年内顾总所有的出差记录，从1年前开始，每月的1号、15号、25号，顾总都会以出差的名义请假。每个月的这3天，都是他陪李欣彤的专属时间。原来1年前他们就勾搭在一起了，并且迅速怀孕生子。而且这1年内我还查到顾总承包了李欣彤家所有的开销，挪用集团资金起码几个亿。先收集好证据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温总，为什么不直接揭穿他？集团交给顾景琛打理已经1年多了，大半股东跟他都有关系。如果贸然行动的话，我没有100%的胜算，必须计划周全。顾景琛，我能让你成为人上人，也能将你拉回深渊。走吧。好。小姐，走吧。顾总，温女士刚刚带孩子离开了月子中心。我交了3000万，你们就是这么办事的？顾总，这医疗团队本来就是宝妈从国外高薪请回来的，她撤了，我们也没办法。温情，那个贱人在耍我！你说的叫什么？他叫温情，骗了我们3000万，还抢走了医疗团队。老公，你一定不能放过他。你再说一遍，他叫什么？他叫温情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他叫温情又怎么了？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去，把他签名预订单找出来给我看看。
老公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她抢走了我们的医疗团队，她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捞女，你干嘛紧张成这样？难不成你和温？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那天来电显示好像有一个温字，难道一直和景晨联系的女人就是温情？不是温情的自己也是，温情样样都要最好的。这家月子中心规格这么小，她不可能选择这里，不过是同名同姓吧。老公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该不会和那个温情有一腿吧？怎么会？我这么爱你，你还给我生了儿子，我只是想要好好记住他的名字，以后好替你报仇。顾总，鼎盛集团主动向我们发起了合作邀约，众位股东正在等你开会。鼎盛集团，我马上到。鼎盛集团可是全球性大企业，此前海城无一家公司有资格和鼎盛合作，没想到他们竟然主动要和盛野谈合作。老公，是有什么好消息吗？宝贝，你和儿子就是我的福星，你老公接到一大笔生意，你回套房等我好消息。喂，这几天给我找人盯着顾景晨，我倒是要看看是什么女人跟他待在一起。我一定要查清楚，勾引我老公的到底是温情，还是别的女人？老温啊，你看这孩子眉眼和晴晴有8分像，那长大了也是个美人坯子。那还不都是遗传了你啊？你说这小丫头越看越喜欢。这几年我们为了拓展海外生意，一直忽略了晴晴。她现在正在坐月子，我这个当妈的什么忙也帮不上。我已经预定了1个月后回国的机票，楠楠的满月宴啊，我们必须参加。哎，对了，晴晴一手创办的盛野集团这几年发展的也不错。晴晴说她怀孕之后就交给了顾景晨打理，现在孩子也出生了，你也该放心把家族生意一并交给顾景晨了吧？以前啊，总觉得顾景晨面相太阴，不太适合晴晴。不过现在看他们过得挺好，我已经放心了。我已经嘱咐鼎盛的高层给盛野一份100亿的合同，就当给顾景晨一个机会吧。顾总，海外的鼎盛集团要大力开发西城区，预计注资100亿，项目估算如果我们能圆满完成项目，获利至少翻倍。100亿？我们盛野的总资产也才50亿啊！要是我们能拿到这个项目，我在海城，哦不，是整个南省，盛野都是老大。要是我能拿下这个项目，那就是坐拥100亿的超级富豪。盛野、温情，我根本就不放在你。薰衣给我倒杯热水。老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能在家吗？老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不是在医院吗？你说你出院了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去接你啊。温景以前从来不会躲避我的出击，这是怎么了？老婆，是不是我最近没有陪你，你生气了？都怪我，
你说我老婆在坐月子，我却整天忙工作，我真该死。要不我把后面的工作都给推掉，以后好好在家陪你，好不好？顾景晨，以前我被你这些甜言蜜语所欺骗，怎么从来就没发现，原来你这么虚伪。老公，工作重要。对了，老婆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鼎盛集团要跟盛野合作。鼎盛，那不是爸妈在海外的公司吗？鼎盛主动要给盛野100亿的。小姐，莎莎姐好像发烧了，心跳跳得也特别快。医疗团队的人什么时候能到？至少得凌晨。不行，现在就要去医院。老公，你去开车。老公，儿子呛奶了，他一直哭，我好害怕呀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老婆，公司那边有急事要处理，你先让司机送你去医院，我晚点过去陪你。顾景晨，原来在你眼里，女儿还不如工作重要。医生，我女儿情况怎么样啊？孩子早产，心脏还未发育完全，现在初步判断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，还得进一步检查。孩子现在已经出现呕吐、发烧等症状，必须得赶紧确诊。如果确诊以后，必须马上住院安排手术。医生，您一定要救救我女儿。整个海城只有张医生能做这个手术。对了，他在门诊坐诊，你现在赶紧去问他情况，我先带你女儿做个检查。谢谢医生。雪姨，你在这儿陪着楠楠，我马上就回来啊。医生，求您救救我女儿。情况我大概了解了，你先别急，我现在就去手术室做准备。走，房总，你不能走。李香桃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冤家路窄，我找张主任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的门诊问诊工作已经结束了，你们可以换其他医生咨询。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不让你走了吗？啊？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我儿子呛奶了，情况很严重，需要你去给他做检查。你儿子只是呛奶而已，任何医生都可以处理的。我女儿心脏病，还等着张主任做手术呢，请你们让开。是的，这位妈妈，我理解你着急的心情，但是这位女士的孩子情况更为紧急，需要我赶紧过去做手术，请你们让开。哎，姐，他就是你说的那个跟你抢套房的温情啊？不是，他怎么什么都跟你抢啊？我不让。我儿子现在呛奶了，脸都憋通红了，情况也很紧急啊。不把我外甥的事处理好了，你哪儿也别想去啊！李香桃，你们闹够了没有？让开！我不让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啊？我儿子的命可比你那便宜混女儿的命金贵多了。啊，你温情，你敢打我？让开！我不给你脸了是吧？啊！你没事吧？张主任，我没事儿，我女儿情况紧急，等不了了，我们必须马上过去。如果温情真的跟我老公有一腿，那孩子就是他的倚仗。要是他女儿死了，那他还有什么资格跟我争？天赐，把门看好了。张主任今天要是不跟我们走，一只苍蝇都不准放出去。好嘞，我可以安排副医师给你儿子做检查，但是这位女士，她的孩子情况确实很紧急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无理取闹，耽误时间了。我麻烦你搞清楚，我儿子的命可比他女儿的命金贵多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张主任，恐怕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？我一句话可以让你从主任医生变成普通医生，也可以让你滚出这家医院。天哪，
这也太不讲道理了。婴儿呛奶很常见，能有多严重？非要张主任亲自去看，也太小题大做了。都他妈把嘴闭上啊！再敢多说一句，老子打碎你们牙！这位宝妈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在我们医生眼里，病人都是同等的。这位女士她的孩子情况确实比较紧急，你不信的话，跟我们一起走一趟。我为什么要去看那个赔钱货？你别着急，你别激怒他们。李香桃，我到底怎么做，你才能给我让开？你之前不是很嚣张吗？还带走了医疗和护理团队，你这么大本事，还缺一个张主任。医疗团队还没有到，我女儿的情况等不了了。那又怎样？我儿子情况也很紧张，也需要张主任。张主任，我们同样是医患，你可不能对我儿子见死不救啊！我儿子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赔得起？可是你儿子只是呛奶而已，我女儿先天性心脏病还等着做手术呢。我儿子的命很金贵的，他有一点点的小问题，我老公都会很紧张。你老公是谁？我找他谈。我老公，盛野集团总裁顾景琛。原来是盛野集团总裁的儿子，怪不得这么嚣张啊！小姑娘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。听说这家医院最大的股东就是盛野集团，哎，你争不过他的。哎，张主任，我告诉你，我这外甥可是我姐夫的命根子，你要是敢怠慢了他，我姐夫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张主任，怕了吗？怕了就跟我走吧。你这么高超的医术，可不能浪费在一个穷人身上。把我儿子照顾好了，我老公说不定一高兴还会给你涨工资呢。提拔你当院长也不是不可能。李小桃，你用盛野集团的名义在外面作威作福，现在还想草菅人命，难道在你眼里没权没势就活该被你们欺负啊？没错呀，谁让你没有我姐夫这样有权有势还有能力的老公？我儿子的命就是比你女儿金贵。行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顾景琛，我倒是要看看他怎么顾的。手机，你怎么会有我老公的手机号？说，你们两个什么关系？李香桃，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给我让开，不然我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好啊，杀了我，我死了，你女儿也活不成。女士，你别冲动，我这就给院长打电话，让院长来处理。打吧，随便你打给谁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不可能把你让给温情。李香桃，套房我已经让给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跟我抢啊？套房？我在意的是套房，是医疗团队。你这个贱人，你之前敢耍我，害我损失了3000万，你现在落到我手里，我怎么可能轻易放过？如果我女儿出了什么情况，顾景琛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好了，你终于敢承认你跟顾景琛有不清不楚的关系了。说，那个贱种是不是就是你们的私生子？我告诉你，我女儿不是，你儿子才是。李香桃，我警告你，如果因为你延误了我女儿的治疗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敢打我姐，老子打死！住手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院长，周院长是吧？我老公是顾景琛，我儿子现在需要张主任去做治疗，但是这个贱女人不但拦着他，还打伤了我，这事儿该怎么办？您清楚吧？她竟然是顾景琛的老婆，顾总是医院的大股东，现在医院正在转型阶段，要是得罪了顾总，那……这位女士，请你不要在医院闹事。如果你耽误了医生书诊，
我会采取措施的，把你和你女儿都赶走。盛野是这一年才开始投资医院项目，所以周远征并不认识我。周院长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这位女士的女儿得的是先天性心脏病，正在手术室等着我做手术呢。周院长面前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周院长，分明是他颠倒黑白，他儿子不过就是呛奶，而我女儿有生命危险，他却拦着张主任不让他去做手术。你身为院长，难道还要陪着他一起胡乱吗？你的女儿我会安排其他医生去。张主任，给顾太太找。文晴，看到了吧？这就是权势。我儿子现在确实挺安全的，但是只要我一句话，就没人敢给你女儿做手术。周院长，你巴结错了人，我才是盛野集团的总裁温情。温情，你见抢人抢不过，就开始撒谎了。谁不知道盛野集团的总裁姓顾啊？是啊，你看他这穿着打扮，也不像是总裁啊。这谎言啊，一说出口就会被揭穿。你们都看好了，这是我老公顾景晨的照片，而这个贱女人就是个小三。她果然是顾太太。这位女士，如果你再执迷不悟，耽误了张医生出诊，我将把你和你的女儿赶出去。你给我放开！周院长，你现在就给顾景琛打电话，让他来医院见我。他这么有底气，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文晴，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景琛在意的是谁，好啊，满足你。宝贝，儿子哭着要找你，你们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不行，现在就要去医院。老公，你去开车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老婆，公司那边有急事要处理，你先让司机送你去医院，我晚点过去陪你。顾景琛，原来你不是去工作，而是去找私生子。难道在你眼里，私生子呛奶比女儿重病还严重吗？老公，有人故意拦着我，不让我把张主任带回病房给儿子做治疗。谁这么大胆？要是敢耽误我儿子的治疗，我饶不了他。顾景琛，这声音是温情。贱人，还想跟我姐夫告状呢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姐夫最爱的就是我姐，你们他妈的别看着人老子滚！老公，现在这里有一个女人说她的女儿得了先天性心脏病，要把张主任带走。你说我是让还是不让啊？不行，儿子呛奶，万一伤到气管怎么办？他女儿的命怎么能有我儿子的命金贵？你们在那等着，我马上过去。我倒要看看谁敢拦着我带走张主任。周院长，你们也都听到了，我老公说不让。张主任，现在跟谁走应该不用犹豫了吧？院长，跟顾太太去。不行，小姐，小姐快不行了。张主任，我求求你了，救救我女儿吧！她还小，她还没有见过这个世界，她不能死，我求求你救救她吧！不行，你求错人了。我求求你！
温情，还以为你骨头有多硬，就这点骨气啊？李香彤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你有什么怨气你冲我来，但是我女儿她真的需要张医生给她做手术。我是有怨气，但你这光鞠个躬，我也不消气儿。最起码你得跪下吧？刚才你还打了我姐，你说你要是打自己100个巴掌，我姐会不会消消气就让张主任去帮你了？啊！你们太过分了！你妈的，你个什么玩意儿啊！你们院长都在我姐面前卑躬屈膝的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呀？给老子滚！呸！温情，现在的局面你也看到了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你女儿今天就得死。跪还是不跪？你决定。我跪。真他妈爽啊！好了，张主任，跟我们走吧。不行，李香彤，你答应我了，只要我给你跪下，你就会让他去给我女儿做手术。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我弟弟说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真卑鄙，李香彤！天赐，赏他几巴掌，给姐出出气。好了。住手！顾景晨，哎呦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！你没事吧？顾景晨，你个混蛋！你干嘛打人啊？老公，你没事？给我闭嘴啊！景晨竟然因为这个贱人打我，难道景晨更爱他？姐夫，你们刚刚到底在干什么？顾总，这位女士的女儿呀，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她在这儿等张医生准备做手术呢。什么？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去呀！那顾太太呢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救人要紧，快去！好，女士，一起过去吧。顾景晨，如果我女儿有个3长2短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手术很成功，但是宝宝体质要慢慢恢复，好好护理。张主任，谢谢你。对不起，上午我也是实属无奈，希望你理解。这不怪您。小姐，没事了，医疗和护理团队还几个小时落地了，你放心吧。老婆，老婆，我错了，只要你能消气，你怎么打我，我都不会还手。顾景晨，楠楠因为你差点连命都没了，你让我怎么消气？老婆，我发誓，我真不知道楠楠这么严重。就算你知道了，又能如何呢？在你眼里，楠楠比得过李欣彤跟你生的那个儿子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跟李欣彤是清白的，她是我老乡，她老公半年前去世了，我是看她可怜才照顾他们母子的，我真没有背叛你。真的？真的，老婆，你相信我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乱好心管他们了。我相信你。温情果然是个恋爱脑，我说什么她就信什么。哼，这种蠢女人就活该当我垫脚石。顾景晨，楠楠满月宴上，
我们新账旧账一起算。姐，自从你半个月前大闹医院，姐夫就对你爱答不理的，你能不能有点危机感啊？啊！他现在连我电话都不接，我能怎么办？你说你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，一嫁入豪门就差临门一脚了，你真想把总裁夫人的位置让给那温情啊？我当然不想。温情这个贱女人，她真的跟景城住在一起？啊，姐，这是个大别墅啊！啊，姐夫让你住这个小破三居室，他跟别人女儿住大别墅。李小姐，您猜的没错，温情和顾总的关系确实不一般。我们还查到，温情明天会在洲际酒店给女儿办满月酒宴，顾总也会参加。我儿子都没办满月酒，温情生个拖油瓶，就要在洲际酒店办满月酒。姐，你快想想办法啊！你别让温情那女人抢了你的地位啊！你说的对，我这就去。温情，盛野集团总裁夫人的位置必须是我的，你休想抢走。温总，法人变更手续已经做好了，你们双方签字之后就可以生效了。顾景晨在我身边隐忍3年，就是为了这个呀？温情，我无父无母，这是我的全部家当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家人，我的唯一，我愿意入赘到温家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当年我倾心于他的真诚、果敢、炽烈，没想到他的那些承诺都是虚假的伪装罢了。他想要的不过是踩着我登上高位而已。那明天还准备将盛野集团交给他吗？不抛出长线，怎么能钓到大鱼呢？给我看看。半个月前，我按照您的吩咐，在顾总的办公室安装了针孔摄像头，我没想到能拍到这些。老公，人家好想你啊。骚货。顾景晨，你还真是急不可耐。顾总以为你真的原谅了他，所以他不仅给李青桐露了人脸，可以随意进驻集团，而且他还准备将李天赐安排给项目部。这李青桐就是个伏地魔，他们一家都是吸血鬼。顾景晨以后不会有好日子过。不过这些跟我都没关系了，明天之后我跟他再无瓜葛。可是鼎盛集团的100亿订单还在顾总那里啊！以前为了顾景晨的面子，我没有告诉他，鼎盛集团其实一直是我父母在经营，他们身体不好，这件事我还没有告诉他们。不过100亿订单是他的，也是我的底牌。那您准备怎么做？是，我马上去准备。顾景晨，明天之后，我终于不用再看你那张虚伪的脸了。姐，这可是洲际酒店最豪华的宴会厅，人均消费起码要6位数啊！姐夫在这儿给温情的女儿办满月酒，你说姐夫他是不是真的变心了？
老公，我白天听安助理说，明天盛野在洲际酒店要举办一个庆功宴，人家也想去啊。宝贝，那些人你都不认识。老公，人家都帮你生了个儿子，你就趁此机会公布我们俩的关系，好不好？再等3天，3天后我一定给你领证。你放心，我保证给你和儿子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。景琛不愿意带我参加宴会，却在同一天同一家酒店给温情的女儿办满月酒，难道他是想带温情参加盛野的宴会？不行，我绝不能让温情抢先公布身份。我一会儿就打烂他的脸，看他还有什么资本待在京城省。青头，我们听说你需要撑场子，立马就赶过来了。青头，听说盛野集团总裁顾总是你男朋友，我们待会儿都听你的，可让顾总多照顾照顾我们啊。没错，景琛就是我的男朋友，在温情那个贱人勾引他，破坏我们2个人之间的感情。一会儿你们都替我好好教训，要是我满意了，好处少不了你们。走吧。给我干！你们干什么？温情，拿着我老公的钱，给自己买礼服，给你的女儿办满月宴，你真贱！你老公的钱？你老公谁啊？温情，我们心彤老公可是盛野集团总裁顾总，你装什么糊涂啊？你敢不要脸的勾引顾总，却不敢承认是吗？我不是顾景琛的小三儿。你们大家都看好了，这就是我老公顾景琛跟这个女人在一起搂搂抱抱的照片。自家侦探已经查明，我老公不在的晚上都在跟这个女人待在一起。温章，照片都在这儿呢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你趁着心彤怀孕生孩子，不要脸的爬上顾总的床，现在又用顾总的钱给私生女办满月宴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在正主都找上门来了，你还这么嚣张？温情，怕遭雷劈吗？我不是顾景琛的小三儿，我女儿也不是私生子。那你怎么解释这些照片？什么情况？温总不是顾总的老婆吗？怎么会被别人指着鼻子骂小三儿呢？我是顾景琛的老婆。顾总什么时候结婚的？网上早就报道过，顾景琛有老婆，你们在这瞎闹什么？网上那些报道都是景琛故意放出来的假消息，为的就是防止某些不怀好意的贱人去勾引他，那根本都是假的。对，我姐跟他在一起1年了，他有没有结婚，我姐能不知道吗？才1年而已。李星彤，我3年前就已经和顾景琛结婚了。我们都知道，温总和顾总是夫妻，你们现在跑来砸了温总女儿的满月宴，还污蔑温总是小三儿。要是顾总知道了，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对，我们都能证明。你们都跟他是一伙的。我听说顾总1个月前就花了3000万给心彤订月子中心，平时心彤更是豪车随便开，高定随便穿。顾总对心彤这么好，怎么可能让他当小三啊？我觉得也是，星彤和顾总平时感情这么好，星彤绝不可能是小三。就是。李星彤，看清楚，这是我和顾景琛的结婚证。真的是景琛，真的是景琛，他绝对不可能。景琛明明答应过我，3天之后要跟我领证的。结婚证都在这儿呢，难道温情真是顾总老婆？所以温情不是小三，你心彤才是小三。别他妈胡说，我姐才不是小三呢。行。温情，
这是你故意造的假证，对不对？你想用这个假证把我赶走，这样你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待在景琛身边了。对啊，他肯定是假证，这不过是温情欺骗我们的手段罢了。顾景琛对于你来说是香饽饽，但对于我来说不稀罕。你们两个狼狈为奸，骗了我这么久，我不会原谅。现在在这装什么清高？你不是早就知道我跟景琛的关系了，还一直赖在他身边不走？你不就是也想当总裁夫人吗？要不是为了我姐夫的钱，你怎么可能忍气吞声这么久啊？你们呀，真是不要脸！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温总才是盛野集团的总裁，顾景成不过是温总的上门女婿。什么？顾总居然是赘婿！我去，胡说八道！你个贱人，你竟敢污蔑我老公！我今天一定要撕了你的嘴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我警告你们啊，我姐可是盛野集团未来总裁夫人，你们敢惹她，我姐夫不会放过你们的！还做着嫁入豪门的美梦呢，顾景琛马上就自身难保，他护不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老公顾景琛马上就要成为盛野集团的总裁了，这个海城就是他的天下。你别以为今天他给你的女儿高调办满岁宴，你就可以拿捏他。只要我一句话，你就得滚蛋，是吗？那我倒好奇，他怎么让我滚蛋？疯女人，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！我姐夫已经到大厅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完蛋了！行啊，那我们拭目以待喽。许言，可以动手了。顾总，如今你已经拿下了鼎盛100亿项目，温总也准备在今天宣布将盛野法人变更为你，以后海城就是你的商业帝国。那以后就要靠各位股东鼎力支持。许言，你干什么？顾总，温总让我请你看一段视频。警告你们啊，我姐可是盛野集团未来总裁夫人，姐夫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我警告你们啊，我姐可是盛野集团未来总裁夫人，你们敢惹她，我姐夫不会放过你们的！要是股东们知道我搞婚外情，一定会影响到我以后在集团的地位。这什么东西？关掉！顾总，这两位在小小姐的满月宴上闹事，温总让您亲自处理一下。顾总，这两个人到底是谁？你们相信我，我根本不认识他们。我现在就把这两个疯子赶出去。温总，他们上去了。好，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？不是说好今天要替我教训他吗？你们今天谁打得狠，我就让景琛跟谁合作。想要发财的，就给我狠狠的打温情的脸。我劝你别作死，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！都住手！都住手！顾景琛，我们之间终于到了清算时。顾总来了，温情，你完蛋了。我们可以饶了你，但顾总绝对不会饶了你，你就等着被顾总打死吧。老公，你怎么才来啊？这个贱女人都快把我欺负死了。李星通，我不是警告过你今天不许来这里，你为什么不听话？老公，你凶我干嘛呀？姐夫，我姐是看今天有个贱人借着你的名义大办满月宴，所以找他算账来了。就是，老公，咱们俩的儿子都出生2个月了，还没有办满月酒呢，你怎么能跟别的女人办满月酒啊？你这么做不觉得对不起我吗？你闹够了没？
老公，你怎么了？顾景琛，你什么时候换的老婆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谁是你老婆？你撒开！顾景琛，你居然为了别的女人拒绝我，他到底有什么魔力啊？给我闭嘴！为什么景琛三番五次的向着温情？老婆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现在就把他们赶出去。顾景琛，你不是说和李星彤没有不清不楚的关系吗？那他为什么要叫你老公啊？为什么他要带着人大闹我女儿的满月宴？为什么他们要骂我是小三儿？你们怎么敢在我女儿的满月宴上闹事儿啊？谁给你们胆子？顾总，是星彤叫我们来的，是星彤叫我们一起来帮他打小三的。景琛，我和这个贱女人，你到底算谁？老公，你居然为了这个女人打我！你之前从来没有打过我。你把顾总女儿的满月宴闹成这样，还敢质问顾总？谁给的胆子这么放肆？哎，你狗东西，怎么跟我姐说话呢？哎，姐夫，你干嘛打我呀？谁是你姐夫？你给我闭嘴啊！顾景琛，他们一个自称是你老婆，一个喊你姐夫，难道你还不承认你们之间的关系吗？他们乱叫的，老婆，你别听他们胡说。胡说？那李星彤说给你生了个儿子也是胡说了？不是的呀，刚刚顾总已经跟我们解释过了，他根本不认识这两个人。顾总不是这样的人，温总，你别被有些人理解了你们夫妻关系。姐，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夫妻？难道温情真是顾总的妻子？那我们刚才是在帮小三打正气。温情，你到底给我老公灌了什么迷魂汤？蠢货！姐夫，顾总，您和温情的，她是我老婆，你们都滚！滚！顾景琛，你怎么能说她是你老婆？昨天晚上在床上，你说过你会娶我的，我才是你老婆。床上？难道顾总想温总离婚，娶的是小三儿？顾景琛，在我们女儿满月宴的前一天晚上，你居然在床上答应别的女人要娶她，那你是想今天把我踹出去，还是想明天把我赶出家门呢？老婆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景琛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身上？你告诉我，我帮你解决。他虽然家境比我好，但是他能做到的，我都能做到。滚开，疯女！老婆，你相信我，他儿子不是我的，我真的没有背叛你。那这个你要怎么解释？老公，人家好想你啊。骚货！这偷情都偷到办公室了，还说没有私情，这简直是侮辱温总智商！亏得温总还打算把盛野交给他，哎，真是真心为了狗啊！我跟景琛是真心相爱，我们正经谈恋爱，做这些事情怎么了？犯法吗？对，我姐是顾总女朋友，做点爱做的事情怎么了？是不犯法，但是可以作为顾景琛婚内出轨的证据。婚内？顾景琛，温情说的是真的？你真的结婚了？你滚开！老子今天都是被你给害的。李星彤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
我3年前就已经和顾景琛领证了，所以你才是小三儿。文清，你有什么好的了？他凭什么娶你？他顾景琛离了我，什么都不是。老婆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放纵李欣彤抢我月子中心套房，抢女儿的救命医生，他现在还要来砸了我女儿的满月宴，我凭什么原谅你啊？月子中心？难道……没错，1个月前把我逼出月子中心的人就是李欣彤。顾景琛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我的钱会变成你包养情人和圈养私生子的资本？为什么我的资源会变成你为情人耀武扬威的特权？贱人！哎，顾总，顾总，你松手，有个把你掐死了！顾总。顾景琛，我看错你了。滚！温总，拦着吗？不用了，错的人是顾景琛，李欣彤已经得到了惩罚。老婆，你看我已经把他们赶走，你要是觉得他们还碍眼，我现在就把他们赶出海城。顾景琛，你为了讨好我，连儿子都不要了吗？老婆，这怎么能叫讨好呢？我是爱你的，你和楠楠才是我的家人，我跟他只是玩玩而已。他生的孩子，我根本就不会认。顾景琛，你太让人恶心了！你要是真的在乎楠楠，怎么可能会因为私生子呛奶而不送还在发烧的楠楠去医院？你现在做的这一切，就是为了得到盛野的股份罢了。是又怎么样？温情，你闹够了没？顾总，你怎么跟温总说话的？我忍他已经很久了。温情，你的底已经在我手里了。法人变更书，顾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温情，没想到你能蠢到这种地步，竟然早早就准备好了法人变更协议，而且已经在上面签了字。现在只要我签了字，这协议书就生效了，我就是盛野集团的董事长了。那你还等什么呢？文晴，你出局了。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对我吆五喝六？还有什么资格让我下跪？顾景琛，你就这么确定你会赢？不然呢？盛野80%的股份都在我手里了，我还拿下了100亿合同，股东们现在都支持我。你温情一无所有。顾景琛，你就这么恨我吗？结婚3年，你一直高高在上，你就像一尊不可亵渎的女神，我整天捧你供你。我是个男人，我有尊严，我也需要一个温柔的女人。可你为什么呀？你只会让我干这干那。温情，像你这种女人就不配得到爱。所以呢，这1年来你就利用职务之便，挪用集团资金，出入各种高端场所，包养情人一家的生活开销，甚至以出差之便虚造发票高达3个亿。这些你认吗？3亿？顾总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顾景琛，这些钱你认还是不认？顾总，你这是花着大家的钱来满足自己的享受，你对得起我们吗？是我花的又怎么了？盛野现在是我的了，他的资产也是我的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顾景琛，现在我有你亲口承认的口供，
还有你挪用资金的资金明细。我已经通知了执法部门，这些钱够你进去好好造。臭脑子，你敢阴我？顾景晨，我一没逼你签字，二没逼你犯法，现在你是集团的法人了，这些让你承担全部责任，这都是你自作自受。你个贱人！顾总三思，这一巴掌打下去的后果，你承担不起。我说你怎么这么着急想把我给踹了？原来是早就找好了小白脸。哎，不是，你们俩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啊？顾景晨，你个混蛋！文平，你是被我说中了，心虚了。顾景晨，我不是你，没有这么饥不择食、不择手段。收起你那些龌龊的想法。你今天精心设计这场局，不就是想把我甩了吗？大厅的视频画面，李欣彤大闹满月宴，甚至是这个监控画面，不都是你一早准备好的吗？我是提前记了，但入局的还是你们。如果你当初没有让安助理去拿走那一份法人变更协议的话，我兴许还能给你留点人。但是你签了字，就暴露了本性，这是你们活该。大家都听到了啊！就连这份协议书都是他设计好的，他就是挖坑给我跳。又不是你坏事做尽又贪婪无度，你怎么可能掉进温总的圈套？是，我是有错，可他温情就没错了吗？我这年来尽心尽力为盛野拿下了100亿合同，可他除了会使唤我，还会干什么？大家别忘了啊，是我对接的鼎盛，我出了事，鼎盛这个100亿合同就作废了，大家都得跟着他喝西北风。顾总说的对，他要是进去了，不仅盛野会被连累，鼎盛的100亿合同也就黄了。顾总那么大方，他要是上位，肯定少不了咱们的好处。我们都相信顾总没有做违法乱纪之事。温总，说到底你就是一个家庭妇女，以后还是安心在家带孩子吧。没错，我同意。温情，我若倒台，所有人都要跟着倒霉。我看现在谁还会帮你？温总，男人在外面沾花惹草很正常，您可别因小失大呀。是啊，顾总都已经答应你和小三儿断绝关系了，你们本来就是夫妻，别做得太绝了。顾总都拿下100亿合同了，以后养着你不是问题。女人嘛，不要活得太明白，也不要太贪心，什么都想得到。所以，各位是要帮着顾景晨隐瞒真相了？温总，不是我们帮顾总，而是刚才您列出来的那些关于顾总虚开发票、挪用公款，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嘛。我们都能替顾总作证，顾总绝对不是那僭越之人。人性。温情，你认命吧。我为盛野拿下了100亿合同，而你现在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，你还怎么跟我争啊？顾景晨，你确定鼎盛集团的100亿订单是你拿下的？不是我，难道是你吗？你在家待产1年，现在商界的规则你懂，鼎盛老板你认识吗？温总，以前你是很厉害，但是商界风云变幻，早就不是你一个女人能掌控得了。鼎盛的100亿合同都是顾总谈的，这些我们都知道。你现在想冒领功劳，不觉得可笑吗？真是带娃带傻脑子了。温情，你还是在家当好你的家庭主妇啊，别掺和商场的事了。你现在不配了。谁敢说我女儿不配？谁敢说我女儿不配？顾锦琛，我把女儿交给你，
你就是这么对她的？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傻孩子，我们要是还不回来的话，怎么会知道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？要不是这几天徐助理告诉我们这1个月来发生的种种，我们也不知道你竟然嫁了这么一个畜生。岳父、岳母，你们来的刚好，只要你们劝劝温情，别让她再闹了，让她好好在家相夫教子，我保证你们在国外过得还会和以前一样舒舒服服。你是想让我们出卖女儿？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们老两口在国外逍遥这么多年，不都是靠他养着吗？现在盛也是我的，他得靠我养着。你们要是还想过上好日子，就必须得听我的。顾景晨，这些年我从来没有给我爸妈打过1分钱，反而是他们经常几千万的给我转账。怎么可能？顾景晨，刚才你一直在拿鼎盛集团的200亿合约在威胁我女儿，现在我告诉你，3秒后你就将接到解约通知。你说解约就解约，你算个屁呀！3、2，虚张声势，鼎盛那可是世界财团，凭什么听你的？1，顾总，项目部反馈，鼎盛和我们提出了解约。完了，鼎盛如果解约，我们盛野的名声就全毁了，以后谁还敢跟我们合作呀？顾景琛还挪了3亿，盛野的资金也会出现问题，现在怎么办？顾总，你说句话呀！顾景琛，你的底牌是我的了。假的，一定都是假的，一定是有人冒充鼎盛的人传假消息。他就是个普通老头，凭什么号令鼎盛集团？你以为我又是个普通老头是吧？我们女儿这么优秀，作为她的父母，我们怎么可能那么平庸呢？顾景琛，你太低估我女儿，也太低估我们温家了。当时要不是晴晴坚持要嫁给你，我们家根本瞧不上你。原本以为你能善待我的女儿，没想到你竟然就是一只白眼狼！完了，全完了！你们这帮混蛋，以为我女儿就没有靠山了？今天我就告诉你们，我就是我女儿的靠山。该支持谁，你们想清楚了再说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住手！顾景琛，我爸就是鼎盛集团的总裁。没想到温总父母这么大的背景，怪不得温总这么淡定，原来他背后有鼎盛集团这个大靠山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温情，你如果真的有这么大的背景，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？我原本想着等女儿满月宴的时候告诉你真相，再把盛野全交给你。没想到你这么迫不及待，带着小三和私生子在这里招摇过市，这些都是你活该。哪个男人不犯错？大家都别被他给骗了。他如果真的有这么大的背景，怎么可能跟我设局？他们肯定在撒谎，简直是不可理喻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大可以上网查一查，你们就会知道我到底是谁。查到了，他真的是鼎盛集团总裁。鼎盛集团那可是身家过万亿的世界级大财团，顾总因为出轨得罪了鼎盛，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恐怕他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吧？老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你是因为我是鼎盛集团的千金才给我跪下的吧？如果我没有这么强大的背景，你早就已经联合他们把我踢出局了吧？老婆，我只是一时被气糊涂了呀。法人我还给你，我不要了。你以后回公司，我回家当家庭主妇好不好？休想！你觉得我还会再要你吗？我只会嫌你脏，嫌你恶心。老婆，我们还有个女儿呢，你就不能看在女儿的面子上给我次机会？她才满月，她不能没有爸爸。顾景琛，你还知道我们有女儿啊？那我问你，
我们女儿早产需要恢复的时候你在哪儿？女儿发高烧需要做手术的时候你在哪儿？女儿嗷嗷待哺需要爸爸的时候你又在哪儿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妈？畜生！这一巴掌打你卑鄙无耻，四处留情；这一巴掌打你背叛婚姻，辱我女儿；这一巴掌打你心狠手辣，枉为人妇。老婆，你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绝对不会再给你一次伤害囡囡的机会。签字离婚吧。老婆，我承认我出轨了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可你也一直在欺骗我呀！如果你早点告诉我你是鼎盛集团的千金，我怎么可能会背叛你？所以，你不出轨的条件是我要更有权、更有势，是吗？顾景晨，你还真是坦白啊！是的，我是爱你的呀。你一辈子都活在算计里，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。签字吧，以后别想再见到女儿。我不离婚，我现在已经是盛野集团的董事长了。就算没有鼎盛的合作，我也可以把盛野集团发展壮大。没有你们，我照样可以成功。你只是法人而已，股权还在我手里。你以集团的名义虚开发票，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个臭婊子，你他妈阴我是吧？活该！现在谁还敢轻视我女儿？温总，是我们错了，盛野以后还需要您的领导啊。是啊，温总，鼎盛和盛野是一家人，那百亿合同。顾景琛出局，我会考虑收购盛野。至于你们这帮墙头草，没有资格留在我女儿身边。陆总，不好了，执法部门的人已经到集团，他们把你办公室的东西全部搬走调查了。温情，我是囡囡的父亲，你有必要做的这么绝吗？难道你想看着他长大，被人指着鼻子骂他爸爸是一个劳改犯吗？囡囡还小，我会告诉他，他爸爸已经死了，他不会知道你是谁的。你个贱人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为什么这么狠毒啊？你们想搞死我是吧？行，今天我就跟你们同归于尽。小姐，薛姨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看囡囡吗？囡囡呢？刚刚有服务员把谢小姐抱走了，他说是您让抱的，我当时在冲牛奶，没含住啊。我没有啊。小姐，对不起，都怪我。顾景琛，我女儿呢？你把女儿藏哪儿了？你说话呀！没有，我刚刚只是在吓唬你，你不会伤害我的女儿的。你们两个立刻通知酒店，全面封锁。送上。女儿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再想想，谁会带走囡囡？李欣彤，一定是他！贱人，接电话呀！景琛，你终于肯主动联系我了，我等你跟我解释等得好辛苦啊！李欣彤，你是不是把我女儿拐走了？你们这么快就发现了？还以为你们夫妻情深，发现不了女儿不见了呢。李欣彤，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，你别动我女儿。好啊，那你求求我，满足我3个条件，我就把你女儿放了，否则就等着给你女儿收尸吧。行，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马上去找你，好不好？天台，给你3分钟。温情，倒计时开始。
姐，你说你带着这小拖油瓶干啥呀？我还得哄他。啊，好了，温情最宝贝的就是他了，有他在我们手里，无论我们提出什么要求，他都会答应。天赐，我们很快就要发财了。奶奶，别过来！奶奶，别哭，妈妈在呢啊！李小彤，我不过来，你别伤害我女儿。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，我当然不会伤害她。李星彤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快把女儿给放了！金晨，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你，更是为了我们的儿子。你什么意思？金晨，温情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与其被他踢出局，不如我们自己掌握主动权。你就算没有了女儿，还有我们的儿子，不如把他当做我们发财的垫脚石。李星彤说的没错，一个女儿而已，如果能促成我成功，那就是她活着的意义。温情，现在主动权归我。顾景晨，你想干什么？畜生，你简直不是人！快把我外甥女给放了！还有受了任何伤害的话，我要你们偿命！星彤说的对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一个女儿而已，如果能换来我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，那这就是她的价值。顾景晨，娜娜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娜娜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温情，我伺候你3年，你还不了解我呀？行，我给你钱，你想要多少？老公，刚刚温情说了，会答应我3个条件。温情，3个条件你若是满足不了，我就把你的女儿从天台扔下去，咱们同归于尽。不，我答应你，你想要什么，只要我能满足的，我都给你。姐夫，这钱要很多很多的钱。蠢货，我要的是能生钱的工具。温情，你答应把你名下盛野集团全部的股份转让给我，我要当盛野的总裁。李星彤，你说什么呢？老公，你别忘了，你跟他还是夫妻呢。若是把股份转让到你名下的话，他还是会分到股权的。所以啊，转到我名下最为稳妥，我的就是你的。好，温情，照他说的做，立刻让许愿拟一份转让合同。许愿，温总，不可呀！照做。顾景晨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把娜娜还给我。急什么呀？还有2个条件呢。宝贝，温情向执法部门检举我，他们会把我抓走的。第2个条件，让他们撤案。蠢货，你以为我有多爱你？李星彤，你犹豫什么呢？快说呀！老公，咱们光有集团还不够啊，得有流动资金。我这样也是为了我们未来考虑。他们父母有钱，要多少都会给你的。10亿，温情，给我10个亿，10亿买你女儿的命，不亏吧？爸，账号给我，我马上给你转过去。姐，到账了，整整10个亿。姐，咱是不是钱要少了呀？星彤，最后一个条件了，让他们撤案。温情，最后一个条件，放我和天赐离开。李星彤，你说什么？最后一个条件是让撤案。顾继晨，孩子现在在我手里，我要怎么样听我的？我要保我和天赐平安。你他妈疯了吧？我们是一伙的呀！现在我有集团有钱，谁还会在乎你这个渣？我姐马上就是盛野集团的总裁了，什么样的男人她找不着啊？啊！
之前要不是看在你有钱，我压根就不会让你靠近。没想到，你竟然就是一个没用的赘婿。就凭你，之前还敢打我，顾景琛，下地狱！星童，把孩子给我！你们别动楠楠，给我放开！楠楠，楠楠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畜生！你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能当出马，还是人吗？星童已经给我生了一个儿子了，你们以为我还会在乎这个女儿吗？顾景琛，你以为李星童生的儿子是你的吗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这儿子不是我的，是谁的？是谁的？李星童最清楚。星童，你刚刚说的话我可以当做没有听见，但你必须实话告诉我，儿子到底是不是我的？景琛，儿子当然是你的，我只有过你一个男人啊。那你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非亲生关系，顾总这是被小三儿给戴绿帽子了呀！绿人者皆被绿，报应。李星童，怎么解释？这个是伪造的，是温馨伪造的，儿子就是你的。姐，事发人员马上要到了，赶紧走吧！啊！给我站住！别碰我！反正你也要进去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儿子不是你的。李欣彤、李天赐，你们涉嫌绑架、敲诈勒索，跟我们走一趟。跟我没关系。哎，我只是温馨自愿给我的，放开我！原来我都做错了。温情，等孩子长大，你能让女儿来看我吗？绝不可能。都结束了。